狂风无尽，让白小纯倒吸口气，心下微凛。而这四周无尽范围都是一片黄沙，眼下除了白小纯，再没有第二个身影。天空是紫色的，可那紫光诡异，落在大地时，竟不影响修士的视线，使人能看清所有。白小纯来不及多想，在看清了四周后，他立刻就身体倏然倒退。刚一退，他就察觉全身阵阵酸痛，可这酸痛也就是持续了几个呼吸，便立刻消散。也正是在他退后的刹那，沙暴席卷而来，漫天黄沙从他四周直接呼啸而过，无数的沙石打在白小纯的身上，让白小纯内心猛地震动。他终于知道，那龙腾鬼海宗的弟子为何在被卷入后没有半点抵抗之力就被瞬间肢解。实在是这沙漠内的沙子，任何一粒都具备堪比元婴初期的神通之力，而沙暴中的沙石无数，如此一来，形成的杀伤力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更遑论卷入其中直面冲击。除此之外，这沙暴内还存在了一股惊人的吸力，使人一旦被卷了进去，就很难挣脱出来。白小纯此刻喘息略有急促，他虽皮糙肉厚，更是天人修为，尤其是其肉身之力，不说无视这大量的堪比元婴初期的神通，但他敏锐地察觉到，在那沙暴的中心区域，其内蕴含的恐怖之力，哪怕就算是他，也都坚持不了多久。这是什么鬼试炼之地？怎么会这么危险？白小纯为之心惊，尤其是在那吸力下，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不由自主地被逐渐吸向沙暴的核心区域，而四周看去，全部都是漫天黄沙，根本就看不清方向。如果换了元婴修士在这里，哪怕是半步天人，也都必定绝望。可白小纯身为天人修士，此刻虽内心动容，但还是有不少办法脱离出去。他没有半点迟疑，不死劲随即展开，身体的速度在这一刹那直接就到了一个极致。那吸力虽不俗，可白小纯的速度更为惊人，从而形成了一股相斥之力。轰的一声巨响，白小纯的身影就好似离弦之箭，刹那冲出了老远，一路挡着劈迷，使得无数落在他身上的沙石崩溃碎灭中，他的身体骤然的就冲出了这片沙暴的范围。没有半点犹豫，白小纯在冲出后速度依旧，直接一口气飞出了数百里外，这才心有余悸的回头看向身后远处天地之间那似与苍穹连接的惊天沙暴。站在这个位置看去，能看到那沙暴范围磅礴，轰鸣声隐隐传来中，还有一道道闪电似在那沙暴内游走。这试炼之地也太恐怖了。白小纯睁大了眼，回想刚才的一幕，他可以确定，在那沙暴里，任何元婴都将灭亡，若无特殊手段，绝没有生还的可能。还有之前的传送，那种拉扯的感觉，超出我平日里传送的不知多少倍。按照推算，这说明要么就是这一次的传送范围之大，无法形容，要么就是传送到这里需要破开的壁障之后，无法想象。白小纯心惊时，对于这一次来到这里，多少有了一些后悔。可一想到寿元丹，他就狠狠一咬牙，身体一晃，继续前行。途中他也尝试了使用法宝，发现储物袋虽可以正常打开，可每一次取出与放入物品都要耗费不少灵力，且取出的法宝在这试炼之地好似被隔绝了一般，无法施展，如同废品。同时，这一次的传送显然是将四脉的近千修士全部都打散了，分散在这试炼之地的各个范围，而此地又极大，彼此之间想要相遇，要看运气了。不过好在传音玉简还可以使用，只是其范围也都缩小了太多。白小纯感受了一下传音玉简内的波动，凭着其天人修为，立刻判断出这玉简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了千里内，而超过千里，消息就传递不出去。除了这些，这试炼之地还有一个让人不适的情况，那就是灵力这里的灵力与外界比较，差距太大，极为稀薄。可以想象，这一切必定会让几乎所有修士都很是不适应。但对白小纯而言，灵力不是问题，这里就算灵力再稀薄，也最多是和蛮荒差不多而已。白小纯在蛮荒生活多年，早就习惯了去让自己的灵力沉寂下来，在需要的时候才会爆发出来。况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肉身之力强悍，哪怕不需要修为神通，也依旧是天人战力。这么危险的地方，侯小妹、张大胖、宋缺白灵等人一定危险。白小纯想到这里，再次想到了侯小妹身上那不知时不是自己错觉的阴冷，呼吸顿时急促，有些着急，拿出传音玉简，不断的散发性的传递消息。这样一来，只要有人在他千里之内，就可收到他的传音，回应之下也能急速赶来。第927集，不怀好意。试炼之地内分为4片区域，分别是沙漠、沼泽、平原、丛林。这4片区域并非交错在一起，而是被一条条纵横的山脉阻隔开来。整个范围之大，不说无边无际，可也堪称广袤无垠。与此同时，在这试炼之地里，藏着惊人的危机。那4片区域中，无论是如沙暴般的自然灾害，又或者是一些奇异的存在，都将对所有到来之人形成近乎灭绝的摧毁。如果说四脉众人在没有进来前，只是对于这试炼之地的难度有些猜测的话，那么如今在踏入这里后，几乎所有的四脉修士一个个都骇然无比，心神更是强烈的震动。这试炼之地
已经不能用危险来形容了，这里几乎就是一处有来无回的死亡之地。此刻，在沼泽区域里，西脉的泰斗汉月宗，那位傲然无比的元婴大圆满的天骄食言，正一脸恐惧，在这片无尽的沼泽中，面色苍白，小心谨慎的前行。他的衣着已经破损，甚至身上还有不少血迹。从被传送到这里后，他亲眼看到了3次死亡之事，而重点则是杀人的存在，隐藏在这沼泽内。那是一群好似水蛭般的生灵，往往刹那间就数千头同时蜂拥而至，瞬间就将一个修士全身覆盖。一个呼吸后，当那些水蛭都脱落钻入沼泽时，留下来的只有一具没了半点血液的干尸，而这干尸也在倒下沉入沼泽时，会被一些丝线状的小虫急速地钻入其干枯的身体内，好似在内筑巢一般。这一切让这位泰斗汉月宗的天骄一路惊魂不定。不仅是他这里如此，南脉的龙腾鬼海宗也是这般。那位全身青色，看起来如同厉鬼的元婴大圆满修士孙吴，此刻在平原中，四周看似一望无际，可他的身体却是不断的颤抖，站在那里竟不敢挪动哪怕一步。他已站在这里很久，他的四周赫然存在了一群足有上万的惊人蚊子。这些蚊子每一个都有成人般大小，此刻嗡鸣间在这草原上成群的呼啸而过。若非是孙吴这里有特殊秘法，使得他只要不移动，那些蚊子就感受不到其存在，怕是此刻早已被生生灭绝。九天云雷宗也是如此，那如猴子般的雷原子身在丛林内，可其面色却难看无比，额头布满汗水，正急速逃遁。他的身后赫然有一群红着眼的猴子，任何一个好似都力大无穷，正兴奋地追击。至于张大胖、白灵、赵天骄、左道、宋缺等人也都如此，分散在4片区域中，神情惶然，胆战心惊。这试炼之地的危险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可眼下他们就算想要退出，也都没有办法做到，只能硬着头皮以保命为主。而此刻的白小纯正在沙漠内展开急速疾驰前行，这一路他看到了，在这磅礴的沙漠内，至少有7道沙暴滔天转动，散出的威压之力让他也都不断心惊。如果仅仅是这自然灾害也就罢了，白小纯凭借天人神识，更是察觉到在这沙漠的地底赫然藏着无数的波动，这些波动给他的感觉都充满了凶残，更是有那么几股竟堪比天人一般。眼下哪怕白小纯在天空疾驰，可他依旧还是感受到，在那沙漠下，那几股堪比天人的波动正在下方与自己保持一样的方向，显然是将自己看成了猎物。这试炼之地根本就不是元婴可以踏入的，在这里只有天人修为才能起到一些作用。该死，用一个弟子的名额，使得4脉元婴修士聚集在这里，天尊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而此地又到底是什么秘境？白小纯心底焦急，一方面是对张大胖等人，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侯小妹。不过想到侯小妹身为侍卫，这样的话在安全上或许比他们这些4脉修士要好一些，心底就略有放松，可依旧焦急，想要尽快找到众人。可就在白小纯这急速前行时，忽然的他心跳猛地加速，身体刹那就展开撼山状，使得速度一瞬爆发，如挪一般从之前所在之地出现到了100丈开外。几乎就在白小纯这如挪一般冲出的刹那，大地传来几声滔天轰鸣，有8道残影直接就从地面的沙漠中轰然冲出，直奔白小纯之前所在之地。那8道残影都是红色，此刻扑空后，白小纯立刻就看清了他们的样子。那赫然是8条好似放大了无数倍的蛆虫，庞然大物，每一条都差不多数百丈大小，全身满是粘液，通体赤色，没有眼睛，整个头部都是其森森大口，可以看到他们的口中蔓延至其腹部的一排排让人触目惊心的利齿。更是在其中一条的头顶竟有一个红色的虚幻光圈，散出奇异之力，使得这条沙虫只是身体一个扭曲，就让虚无发出如被抽打的声音。而它散出的波动也最是强悍，堪比天人中期的样子，余下的也都是堪比天人初期一般。此刻狂暴中，他们在一击扑空之下，立刻转动方向，发出阴厉的嘶吼，再次冲向白小纯。白小纯喘息急促了些，若仅仅只是这8条沙虫也就罢了，可他立刻就察觉到，随着这8条沙虫的出现，大地沙漠内竟有无数的波动从4面8方正向着这里急速而来，怕是用不了多久，将会有更多的沙虫全部冲出。一想到整个沙漠下方存在了那数不清的沙虫，白小纯就身体一个机灵，心惊胆战。他觉得自己掉进虫穴了，此刻猛地一晃，急速逃走。只是任凭白小纯如何逃走，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沙虫从大地内冲出，试图阻止，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后，白小纯终于怒了，欺人太甚！白小纯心底怒极，但也发愁。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怕是最终很难逃出，除非是让这些沙虫自己放弃。而放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震慑。想到这里，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在那8条沙虫重新出现要来阻止他前行的刹那，白小纯低吼一声，不再逃遁，而是一晃之下，
直接就到了一条堪比天人初期的杀虫面前，右手抬起，向着其身体狠狠一拳。没有动用修为，只是肉身，可依旧能爆发出排山倒海之力。天人初期的修士在白小纯面前都可被摧枯拉朽，更不用说这些杀虫了。一拳落下，传出轰鸣，巨响传出老远时，那杀虫的身体猛地一颤，直接就崩溃爆开，半截身子轰的一声砸在了沙漠中，掀起不少沙土。眼看同伴死亡，其他杀虫顿时疯狂，嘶吼中齐齐冲向白小纯，更有一道道闪电赫然从他们口中爆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处天地间赫然有一道身影正急速前行。此人正是9天云雷宗的云雷双子之一，如果按照哥哥弟弟去算的话，他应该算是弟弟。其左身枯萎，右身粗大，样子虽诡异，可速度上竟有其惊人之处，居然快速无比，甚至相比白小纯之前，似乎都快了不少。此人毕竟是天人中期，且9天云雷宗的秘法本就在速度上惊人。眼下他呼啸间在这沙漠穿梭，身后一条条沙虫不断的追击，足有上万之多，可却无法追得上他。原本这云雷子是直线般的急速前行，可当他注意到了白小纯这里后，却是目光一闪，尤其是看到白小纯身边那条头顶有红色光圈，堪比天人中期的杀虫时，他的目中露出一抹贪婪。他的身影竟瞬间停顿，等身后的那些杀虫眼看就要追上后，他一晃之下保持速度，居然直奔白小纯而来，明显的是要将其身后那无数杀虫引到白小纯这里。第928集，欺负我。几乎在那云雷子出现的刹那，白小纯就立刻注意到了此人，尤其是对方身后那恐怖的杀虫群，更是让白小纯这里眼睛一缩。这云雷子想要来阴我啊！白小纯眼睛一瞪，感受到了云雷子那深深恶意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方扫过那条头顶有红色光圈杀虫的目光。他原本不是要来我这里，是在看到了这条杀虫后才改变方向。白小纯立刻有了明悟，出手时做事直奔那头顶有红色光圈的杀虫而去。看到我来了，这白小纯居然还不走，那就是你找死了。袁雷子眼看如此，目中寒芒一闪，速度更快，刹那间就直奔白小纯这里。而他身后的那些杀虫也都嘶吼中紧追而来。就在袁雷子靠近的时候，白小纯猛地转身，竟刹那间改变方向，不再冲向红色光圈杀虫，而是迈步间直奔云雷子。云雷子嘴角露出讥讽，似看穿了白小纯的手段，几乎在白小纯转身来临的一刻，他就身体猛地模糊起来。这模糊不但是肉眼不能看到，甚至就连神识上也都隐隐好似感受不到云雷子的存在。白小纯目光一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被云雷子引来的大量杀虫也都好似察觉不到了云雷子，竟直接锁定了白小纯，带着滔天的嘶鸣与咆哮，张开大口，从四面八方好似将白小纯包围一般齐齐而来。白小纯面色顿时有些难看了，云雷子那里方才展开的神通，立刻就让他这里极为被动。此刻四周杀虫上万，密密麻麻，虽大都是堪比元婴，只有小部分是如天人，可依旧让白小纯这里觉得难缠。尤其是远处还有云雷子虎视眈眈。轰鸣间，云雷子的身影在这模糊中刹那后退，目中轻蔑更多。区区一个新晋的天人，就算是传言中战力惊人，可也大都是传言罢了。若他看到我第一眼就立刻走掉还好，既然如此愚笨，就只能是他倒霉了。云雷子冷笑，眯起眼睛，在远处凝望被无数杀虫包围的白小纯。白小纯心底怒意渐渐升起，实在是这云雷子恶意太过强烈，二人之间没有仇隙，只是因这一条杀虫，对方居然如此狠辣，这就让白小纯怒火燃烧。我若是元婴也就罢了，我也是天人，这云雷子竟还是这般，这很明显是看不起我，欺负我啊！想到这里，白小纯眯起眼睛，身体晃动时，轰鸣之声回荡，他四周的那些杀虫一个个不断的崩溃爆开。况且他之前倒退的速度明显超出寻常天人，可见此人在速度上很是擅长。我若现在突然冲出，展开不死劲与撼山状，虽有可能到其近前，但此人若逃，或者在这群杀虫中游走，对我很是不利啊。除非是将他引得近一些。白小纯脑海立刻就念头百转，此刻深吸口气，作势要冲出，杀向云雷子。可每当他冲出一些，云雷子都面带戏谑的急速倒退。数次之后，白小纯不但没有追上，反倒是看起来越陷越深了。到了最后，他的表情狰狞，似狠狠咬牙，低吼中竟不再理会云雷子，而是冲向那头顶有红圈的杀虫，直接出手。轰隆隆的声响回荡，四周大量杀虫口中的闪电几乎将天地覆盖，充斥八方时，白小纯这里渐渐似也都不是对手。而那头顶有红圈的杀虫，此刻也都发出凄厉之音，在白小纯的神通下，慢慢全身弥漫伤势，似随时要倒下的样子。而云雷子始终都关注白小纯那里，此刻目光一闪，他虽看不出白小纯到底是不是故意露出弱势，可他对自己的速度极为自信。杀此人不是目的，抢夺那杀虫体内的法宝才是关键。云雷子眯缝着眼睛，找准机会，
在白小纯一拳落在那杀虫身上，这杀虫嚎叫中倒退的刹那，他猛地冲出，速度之快，直接就掀起破空音浪。轰鸣间，他身体好似挪移，出现时赫然就到了那红圈杀虫的身边，右手抬起猛地一抓，指尖散出黑芒，没等落下，就已伤了那杀虫，而其速度更是快速无比，眼看就要抓在这杀虫头顶的红圈上。可就在这时，白小纯眼睛寒芒一闪，竟直接展开撼山状，轰的一声，他的速度刹那间爆发，更有一股惊人气势从他体内滔天而起，好似一座高速前行的山峰，一路直接撞了过去。轰隆隆的巨响回荡四方，所有阻挡在白小纯前方的杀虫，一个个都在凄厉的嘶吼下全部崩溃爆开，使得白小纯的身体好似离弦之箭，直接就冲到了云雷子的身前。这极快的速度及破坏力让云雷子也都心底一惊，随即他冷哼一声，极为果断，直接放弃抓向杀虫，身体急速后退。他有自信，自己的速度哪怕天人后期也都很难追上，眼下倒退时更是始终处于展开秘法的状态下，所有杀虫都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可就在这云雷子用其惊人的速度倒退时，白小纯目中寒芒掠过，不死竟蓦然展开，使得他的速度在这眨眼间直接爆发到了极限，闪电般，他的速度在这一瞬竟超越了云雷子，直接就追了上去。因彼此距离太近，白小纯刹那追上后没有丝毫迟疑，右手直接抬起，出手就是碎喉锁。面对眼前这天人中期的云雷子，白小纯之所以用碎喉锁，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限制其速度。毕竟碎喉锁展开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吸扯之力，一瞬间，随着碎喉锁的施展，那吸扯之力顿时爆发。云雷子面色猛地变化，他立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速度竟慢了一些。这白小纯的确有些邪门。云雷子呼吸一滞，这一切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他来不及多想，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身体的速度竟在这一刻在本就极快的情况下再一次爆发。嗡的一声，他的身体彻底模糊，好似有无尽之力在体内爆发，只需一步就可直接退到数千丈外。可就在他这一步要落下的刹那，白小纯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他等的也正是让这云雷子展开其速度上杀手锏。就在云雷子即将退后的刹那，白小纯的眉心通天法眼骤然开启，一道紫光带着强烈的束缚力，直接就落在了云雷子的身上。变生肘腋，云雷子神色狂变，他立刻就感受到全身好似陷入淤泥中，竟如被束缚般被强行停顿了一下。虽只是一下就立刻恢复，可天人之战，这短短的一瞬可以做太多的事情。不灭地拳，白小纯低吼中，在云雷子被束缚的刹那，施展碎喉锁的右手直接握住成为拳头，一个黑色漩涡出现，他身后磅礴地影幻化，整个人的气势顷刻滔天，一拳落下，直接就是5倍帝王拳。此拳一出，风沙走石，四周那些杀虫也都一个个颤抖，更有不少发出尖锐之音，竟齐齐后退。云雷子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只是一次判断错误，居然就将自己引入到了如此境界，甚至他都感受到了一股死亡危机。这是什么神通？云雷子尖叫中，其右边的粗壮身体猛地就越发膨胀，全身散出黑色光环。此刻顾不得收敛修为灵力，全面爆发之下，他的身体外那黑色光环直接就形成了一尊巨大的魔神之像。这魔神像一出，气势竟也不俗，好似能镇压苍穹。只是这魔神只有右侧身体不算完整，可依旧向着白小纯那里直接抵抗轰杀而去。眨眼间就与白小纯的不灭地拳碰到了一起，震天轰鸣直接爆发。第929集，多大的事啊！轰！一声传遍了小半个沙漠区域的巨响，顿时就在白小纯与云雷子之间直接轰天而起。云雷子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半尊魔神像直接就崩溃，分崩离析之下，他身体外所有的黑环也都全数碎灭。他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猛然倒卷时更是鲜血狂喷，一只不惜一拍额头之下，从其口中飞出了一道黑芒。那黑芒赫然是一面半透明的小盾，此刻刚一飞出，云雷子就大吼一声爆！轰的一声，那小盾竟直接自爆，形成的冲击再次阻挡白小纯那似能毁天灭地的一拳。借助这连续的对抗，云雷子终于有了机会再次展开其极致的速度，骇然倒退时，鲜血仍旧不住的狂喷，他体内的经脉都在这一刻断了不少，头晕目眩之时，心底的震步也都抑制不住的升起。他怎么可能这么强？我是天人中期，他只是天人初期啊！云雷子心底掀起狂澜，身体颤抖，鲜血怎么也都止不住，一边喷出一边急速倒退，心头更是首次后悔自己之前拖大了，不应该如此冲动，为了一个法宝去招惹这战力惊人的白小纯。实在是他之前获得了那小盾后，发现此盾居然可以让自己有类似于隐身的效果，让他立刻意识到这所谓的试炼之地的的确确蕴含了宝藏。这才让他看到那条头顶有红色光圈的杀虫后，贪心大起。
与此同时，他之前与白小纯的那一击形成的冲击之力，也在此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爆发开来。所过之处，一切闪躲不及的杀虫全部如被抹去一般，直似摧枯折斧，成为飞灰。而那条头顶有红色光圈的杀虫，之前本就在白小纯的持续出手下重创，而后又被云雷子一击落在身上，已经惨然不堪，濒临死亡。如今在这冲击中根本就无法抵抗，其身体立刻就被这冲击直接碎灭。而随着碎灭，赫然有一道红芒直接从其消散的躯体中蓦然飞出，那是一把飞梭，四周漂浮无数复杂的与通天世界似截然不同的符文。这些符文好似蝌蚪一般，竟栩栩如生，不断的扭动中，好似符文在自行变化，诡异无比的同时，这飞梭一晃，正要自行冲出，可白小纯早就盯着那条杀虫了。此刻在这飞梭要冲出的时候，他右手猛地抬起，隔空一把抓去。那飞梭震动，似要挣扎，可却于事无补，直接就被白小纯一把抓到了手中。其神识更是瞬间轰入飞梭内，游走一圈，察觉到这飞梭内部结构与他所见过的法宝都有不同，可却有一点一样，那就是留下烙印就可以操控。此刻随着烙印留下，这飞梭立刻就安稳下来，随之而起的则是一股锋利之意。进攻法宝！云雷子眼睛一缩，心底在滴血。他获得的只能算是辅助法宝，可明显这飞梭是进攻法宝，相互之间的价值显然是后者更大。可他也来不及去嫉妒了，此刻伤势不轻，而白小纯在他看来又恐怖惊人，他只能展开耗费寿元的秘法，换来保命的遁术。天雷回荡，这秘法下，云雷子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道闪电，雷霆轰鸣中直奔远方而去。更是在这速度下，他的四周还散出寒气，使得其身后的虚无好似被冰封一般。如此一来，就可使追击之人越来越慢，而他这里将会越来越快，从而逃出升天。同样的，这秘法一旦展开，消耗太大，若是短时间还可，一旦长久，云雷子哪怕逃走了，也要因那惊人的损耗而疯掉。为了避免过多耗费寿元，在这急时中，云雷子急速开口：“白道友，此事是个误会，你我两宗多年交好，今日之事，老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交代你妹！”白小纯瞪着眼，怒道：“他方才的确是怒了，实在是他没招谁没惹谁。这云雷子突然跳出来，引过来大量杀虫也就罢了，还目中讥讽，仗着速度，不但要抢自己法宝，更要趁机暗算自己。”白小纯对于小命看得极重，那已经算是他生命中最不可被人撼动的了。而眼下这云雷子来暗算他，这仇在白小纯看来可就大了。尤其是他出手都动用了不灭地拳，要知道这才刚刚来到试炼之地，他还想着靠肉身之力来尽可能的保存灵力，可却因这个云雷子提前将肉身之力大幅消耗，这就让白小纯心底极为恼火。此刻岂能善罢甘休？他骂出口的同时，身体也直接飞出。肉身之力虽消耗了不少，可白小纯如今已不是不死骨的境界，而是不死血，在这恢复上极为惊人。此刻气血在急速的恢复中，他立刻展开不死劲，速度一下子爆发，直奔云雷子。云雷子心头叫苦，可却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不惜继续耗费寿元，仓皇逃走。就这样，二人一前一后，在这试炼之地的沙漠区域展开生死追逃。很快就过去了半天的时间，眼看已快到黄昏，白小纯也都吃惊了。这老家伙的速度快也就罢了，居然还能持续这么久。白小纯无法不惊讶，他本以为自己在速度上已经可以了，但与这云雷子比较，竟还是有些不如。尤其是对方的逃遁始终保持一个速度，而白小纯这里的不死劲，终究算是速度上的爆发而已。哪怕撼山状也是这样，除非是他展开神杀之法。可白小纯心痛啊，他的不死血如今才那么几滴而已，一旦展开神杀，就要耗费一滴。这一滴不死血，在白小纯看来，比天人魂都值钱。况且这云雷子的魂是否是完整的天人魂，也都两说。如果换了追杀云雷子的不是白小纯，那么对方可能在衡量之下放弃追杀。可白小纯这里却琢磨了一下后，哼了一声：“追不上你，我也要吓死你！我就不信此人展开这种速度，消耗会少。”白小纯想到这里，猛地大吼一声：“老小子，我要展开杀手锏了呀！受死！”白小纯吼声如雷传出后，他立刻不死劲，撼山状都全力爆发，轰鸣间速度猛地暴增。而前方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的云雷子，此刻闻言惊骇中，眼看距离正在被不断的缩减，他再次咬破早已破裂多处的舌尖，使得速度再次猛地提高。可就在他提高速度后，白小纯却慢了下来，这就让云雷子顿时明白自己是被戏耍了，心底郁闷恼火，可却咬牙继续疾驰。只是这种事，白小纯怎么可能一次结束？于是，在之后的时间里，白小纯时而大吼，而云雷子也都要疯了。他有那么一次没有加速，可白小纯却突然加速，虚虚实实的，让云雷子都要崩溃，只能每次都忍着心痛，在每次白小纯大吼时都要提高一些。渐渐的，他的头发都花白了，
他的脸上皱纹弥漫，他的心底哀嚎中已经绝望。这白小纯怎么如此难缠？这么下去，不用他追上，我都要受不了了。云雷子心底惨然中，索性一拍储物袋，开始向外扔东西。实在是不扔不行，他只能借助这个办法，尝试去吸引白小纯的目光。眼看在自己的追杀下，这云雷子都扔法宝了，白小纯顿时惊喜，更是心中傲然无比，得意非凡。他琢磨着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居然都把人追得扔法宝。追杀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此啊！白小纯看着那一件件法宝，感慨中也就顺手收了。如此一来，云雷子终于松了口气，与白小纯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可他丝毫不敢停止秘法，实在是白小纯那里哪怕拉开了距离，可对方的追杀竟还是继续，这没完了啊！多大的事啊！我不就是想要偷袭一下，还没成功吗？天人之间经常这样。云雷子顿时有种要崩溃的感觉，他心底已经无数次的后悔之前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招惹这杀千刀的白小纯了。同时，他也用另一秘法快速与另一个云雷子去求救，只是对方距离他太远，短时间根本就过不来。第930集，小飞你好。很快3天过去，眼看云雷子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而这片沙漠之地也在二人这追逐中渐渐到了边缘区域。云雷子憋屈到了极致，他心底的咒骂已经滔天，更是委屈无比。眼下的他全身都是皱纹，头发花白，3天的消耗对他而言如同极短时间内半甲子岁月的流逝。一想到自己损失的寿元，云雷子就有种要抓狂的感觉。3天了，这家伙追了我3天。云雷子披头散发，眼睛都是煎熬的血丝。最让他心底要崩溃的是自己这里越跑消耗越大，可后面的白小纯其恢复力惊人无比，竟在这追击中不断的恢复，跟没事一样。这就让他心底不忿的都要流泪了，可却没办法，只能强撑着速度继续逃命。白小纯也知道自己已经追不上了，可还是琢磨着要不要继续吓唬一下，怎么的也要让那云雷子多消耗一些。可惜陈鹤天没来，不然的话，现在我这么抑郁，正是去打陈鹤天的好时候。白小纯感慨中又加了一些速度，正要继续去吓唬云雷子，可就在这时，他神色一动，神识范围内察觉到在远处似有熟悉的身影。白小纯立刻惊喜，要知道在这沙漠里已经好几天了，他除了刚开始看到的那具被肢解的尸体以及云雷子外，还没有看到其他人。此刻不但察觉有人靠近，更是在他的神识一扫下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这就让白小纯有些惊喜，立刻改变方向，急速而去。不多时，他就看到了在远处的沙漠边缘，此刻正呼啸前行的5道身影，其中一人正是杜凌飞。杜凌飞的身边，其他4人穿着侍卫的衣着，其中3位分散在四周，似很警惕的样子。最后一位是个青年，样子寻常，但所站的位置却是与杜凌飞很近。在这试炼之地，好几天看不到什么人影，如今突然看到了杜凌飞，哪怕白小纯与杜凌飞之间心绪有些复杂，可他依旧很是喜悦。正要过去打个招呼时，杜凌飞等人显然也都察觉到了白小纯的身影，彼此立刻看去。至于那站在杜凌飞身边的青年，面无表情，只是目光一扫，就好似直接无视一般。白小纯一脸笑容，此刻也不想着去吓唬云雷子了，右手抬起，立刻向着远处的杜凌飞等人挥了挥手。看到白小纯后，杜凌飞也是一愣，可很快似想到了什么，他就面色一变，悄悄看向在他身边的那个青年。杜凌飞的这个举动立刻就落入白小纯目中，白小纯一怔，也看向杜凌飞身边的青年。这么一看，白小纯立刻有些不舒服了。实在是这青年样貌俊朗，剑眉星目，有一股很独特的气势。修为虽只是元婴大圆满的样子，可偏偏他与杜凌飞很近，且似乎很亲密。尤其是眼看自己到来，杜凌飞居然第一个反应是去悄悄看那个青年，这就让白小纯心头不由自主地泛起了阵阵酸意。他心底冷哼一声，将这酸意压下，琢磨着对方看起来只不过是个元婴，而自己是天人，虽长得还算俊俏，可怎么说也没自己好看。想到这里，白小纯心头升起浓浓的自信，一晃之下已到了杜凌飞几人的前方。小都督，这沙漠里很危险，你们要是过去的话，要多多留意啊。况且我一路走过来，没看到哪里有什么出口。白小纯到了近前，故意的大声开口，亲昵的叫着他给杜凌飞起的昵称。眼看白小纯到来，杜凌飞身边3个一脸警惕的侍卫也都立刻抱拳，实在是白小纯身为天人，他们哪怕身为通天岛侍卫也需拜见。只是这3位虽拜见，可杜凌飞身边的那个似关系很亲密的青年，从始至终都是面无表情，看都不看白小纯，更不用说去拜见了。白小纯之前本就不悦，此刻眼看这青年如此，更是不高兴了。小都督，这是谁啊？是你哥吗？我觉得有些眼熟啊。白小纯生怕是自己误会了，试探了一句。杜凌飞略有迟疑，又下意识地看了看其身边的青年，这才对白小纯摇了摇头，快速开口：“你快走吧，试炼之地很大，说不定什么地方就藏着出口，
希望这一次你能在这里获得好的成绩。白小纯心头一愣，实在是杜林飞这语气有些不对劲。他正要再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杜林飞身边的那个青年淡淡开口：“走吧。”他说着向前走去。杜林飞犹豫了一下，也立刻乖巧地跟随过去，甚至还一只手挽住了那青年的手臂，低声和他解释着什么。其他3位侍卫立刻散开四周，眼看众人就要离去，白小纯立刻就不干了。他之前火气还未熄灭，如今亲眼看到杜林飞居然当着自己的面与这青年如此亲密，白小纯眼睛猛地睁大。这当我面居然都这样了！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心头醋意更为强烈，眼珠一转后，他忽然面露喜色，快走几步又追了上去。咦，我想起来了，你是星空道极宗的小飞。白小纯指着杜林飞身边的那个青年，惊喜地说道。杜林飞神色一变，那青年也是皱起眉头，冷冷地看着白小纯。小纯，你快走吧，他不是你说的什么小飞？杜林飞有些着急，赶紧说道。啊？难道我真的认错了？白小纯怀疑地说道，上前几步到了那青年身边，仔细地看了几眼后，他脸上露出苦笑，做事就要转身让路。不好意思啊，我真的认错了。白小纯刚说到这里，那青年依旧面无表情，淡淡开口：“认错了就……”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白小纯速度刹那爆发，竟瞬间转身，直接一巴掌抬起，猛地就拍向这青年的脑袋。这一拍实在是快速无比，更是超越闪电的同时，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不管是杜林飞，还是四周的侍卫，又或者是那青年自身，也怎么都没想到，白小纯居然直接就拍了过来。砰的一声，这一巴掌直接就拍在了这青年的脑袋上。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快速无比的同时，也似乎很是娴熟，实在是白小纯拍半神的脑袋都拍出了手感。此刻又突然无比，让所有人都愣了。杜林飞睁大了眼，倒吸口气。那青年也是呆了一下，话语都断了，还有些发懵。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白小纯居然如此突兀的直接就拍了下来，速度又快的无比，让人没有半点准备。而他这里也因一些特殊的原因，反应比平时慢了好多，竟没有应变过来，被白小纯一巴掌拍个结结实实。哈哈，你还说你不是小飞？你看，就连这拍起来的感觉都是一模一样。小飞，我是小纯啊，我们是好兄弟啊！白小纯一脸喜悦，高兴的大声说道。可实际上他此刻心头很是吃惊，实在是方才那一巴掌落下，对方什么事都没有，可自己的手居然都刺痛了。这家伙修为绝不是原因啊，这什么脑袋啊！白小纯正琢磨时，那青年呼吸明显急促，冷冷地盯着白小纯，似有一股惊人的威压从其身上要爆发出来，可却生生忍住。至于杜林飞，此刻面色苍白，一把就抓住青年的手臂，赶紧拉扯，同时向着白小纯那里焦急地匆匆开口：“白小纯，你干什么呀？怎么这么鲁莽冲动？都说了不是小飞，你认错人了，还不快走！”说着，他还急速地向着白小纯眨了眨眼，与此同时，也生生地拉着那青年，快速与白小纯这里拉开距离。白小纯此刻明显也感受到了不对劲，心头升起不少猜测，此刻也赶紧开口：“这个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哎呀，不好意思啊，看来是我真的认错了。”白小纯说着，偷偷打量那正在被杜林飞拉走的青年，心头慢慢有些发颤。实在是他忽然醒悟到，拍着青年的手感，似乎比拍自己那便宜岳父巨鬼王还要更硬一些。第931集，不会是天尊吧？那青年是谁啊？白小纯眼看杜林飞等人远去，他站在那里，疑惑之余更是心惊。实在是他此刻的右手都依旧还是刺痛无比，甚至仔细一查，他感受到了右手的经脉居然都在那一拍之下出现了碎裂的征兆，这就让白小纯胆寒惊悸了。难道是半神？可半神也不会这么强悍，我如今都是天人了，莫非是天尊？他偷偷潜入试炼之地，想要观察一下哪个符合他对弟子的要求。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就猛地一个机灵，把自己差点给吓死。不可能，天尊的话我怎么会那么顺利的直接就拍了下去？如果是天尊的话，我拍了那么一下，他不得灭了我啊，我岂能现在还活着？白小纯想到这里，深吸口气，平复了下心神。仔细分析后，他觉得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对方应该不是天尊。可也心中感慨，琢磨着拍脑袋这种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唏嘘中，白小纯向着远处飞去。随着时间流逝，在数日后，他终于飞出了沙漠的范围。看去时，目中所望是在远处的沙漠尽头，一片连绵不绝、看不到边缘的沼泽之地。这片沼泽地面有的地方是淤泥，有的则是水洼，甚至时而还有一个个气泡浮现，在碎灭后散发出丝丝浑浊的气息，使得整个沼泽范围的天空都昏暗无比。白小纯在靠近后也都迟疑了一下，这片沼泽给他的感觉很不好，似在这沼泽下藏着众多带着恶意的波动，尤其是有一些波动其强悍的程度，让白小纯也都要警惕。这试炼之地太邪门了。白小纯嘀咕了几句，有心绕开，可一想沙漠中的危险也是很多，最终无奈之下，
他只能继续前行。同时，传音遇见不断的散发性的传音，对他来说，小心谨慎一些，生命无碍。可白小纯心中挂念张大胖、侯小妹等人，一天找不到，他就要多一天的不安。随着白小纯踏入沼泽，在他的小心下，真正的危险遇到不多，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白小纯在这片沼泽中遇到了不少凶险之事。他看到了浑浊的苍穹中，时而有一些狰狞的飞鸟呼啸而过，也看到了成群的水蛭从沼泽内弹起，将那些飞鸟全部吸干。更是看到了沼泽内游走的数不清的丝线之虫，即便是尸体，也看到了7、8具之多。甚至有一次，白小纯还看到了一只足有100丈大小的蜘蛛从沼泽内露出头，死死地盯着白小纯，似察觉到白小纯的不好招惹。这蜘蛛又慢慢沉了下去。这里对于元婴而言，就是一处绝境。白小纯一路走来，心底越来越沉实。他也经历了一次生死危机，那是一只突然从下方沼泽内伸出的腐烂大手。这大手如同巨人的手臂，腐朽了一半，可速度却是惊天动地。轰鸣间，沼泽似要被掰开，那手臂带着腥风血雨，向着白小纯直接一把抓来。若只是一只手也不算什么，在那只大手出现后，竟从沼泽内陆续的出现这样的手臂，若非白小纯不惜耗费肉身之力，多次展开不死劲，更是将那飞梭施展，在那些手臂上连续穿透而过，怕是也都难以挣脱。好不容易逃出那片范围后，白小纯呼吸都急促了，耳边传来身后沼泽内闷闷的带着不甘心的咆哮。他速度更快，刹那远去。别说是元婴了，天人在这里也都危机四伏。白小纯心底更为焦急。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些四脉修士，只是其中绝大多数都非星空道极宗之人。不过只要不是9天云雷宗的，白小纯看到后都会伸出一下援手。那些被救助的修士无比感激，往往在这个时候，白小纯就会向他们打探张大胖等人的行踪。对方毕竟不认识张大胖等人，可白小纯有预检画像。终于的，在白小纯这不懈的努力下，他从其中一人的口中找到了关于张大胖的线索。白前辈，这画像里的人我在2天前见过，是在西面的区域，我看到9天云雷宗的雷元子正在追杀他。白小纯目中寒芒猛地一闪，对方所说的画像之人，正是张大胖。2天前，西面白小纯胸膛起伏，道谢后身体一晃，直奔西面而去，速度骤然展开的同时，也不断的尝试向张大胖传音。白小纯身为天人，速度超过元婴太多，此刻焦急中疾驰，立刻就掀起阵阵音爆，在这沼泽之地的天地间不断的撤向回旋。他不知道张大胖在2天前的被追杀下会逃遁到哪个方向，如今只能凭着速度不断的尝试寻找。与此同时，在距离白小纯这里有一些范围的沼泽区域里，张大胖气喘吁吁，正不断的将身上的10多条水蛭狠狠拔下，忍着剧痛，他身体哆嗦中正，疾驰逃遁。他不敢在天空飞行，实在是他被传送到了这里后，开始还好一些，凭着其炼丹之力，竟有某种直觉，在这沼泽中能提前避开很多危险。只是他的这个能力很快就被途中遇到的雷元子察觉，这雷元子显然误会，认为张大胖必定有某种法宝。张大胖的解释，他根本就不信，直接杀来。2人修为差距太大，且雷元子的身边还有2个9天云雷宗的修士，3人追杀张大胖原本是轻而易举，可关键时刻，张大胖竟在这沼泽内奔跑起来。如此一来，他脚步落下形成的动静，顿时就引来了无数水蛭以及各种凶残的存在。而张大胖这里凭着其炼丹的直觉，可以避开一些，但也多次重伤。而雷元子等人更是危机不断。到了最后，他们只能升空，遥遥地追击张大胖。如今正是第3天，张大胖这里已经绝望，他疲惫不堪，眼睛内都是愤怒不甘的血丝，修为也都不稳，整个人已要油尽灯枯。尤其是他不能升空，只能在这沼泽内，虽有炼丹直觉，可这里终究是危险无尽。他有那么几次差点就葬身水蛭之口。这里是什么鬼地方？还有那雷元子，欺人太甚！张大胖心头怒火早已滔天，可却没办法，只能憋屈中在这沼泽内急速前行，同时也在传音寻找星空道极宗的同伴。只是3天的时间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这一路上，若非是对方顾忌沼泽内的那些凶残存在，而并未急于下死手，怕是自己早就灭亡。且这一路他传音了太多次，也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眼看已经油尽灯枯，张大胖苦笑起来。他觉得自己这一次预感错误，来到这么样的一个试炼之地，怕是很难活着回去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大胖身体猛地一颤，他的炼丹直觉让他立刻就察觉到，在距离自己1000丈外的沼泽内，赫然有一只庞然大物，正向着自己呼啸而来。这庞然大物给张大胖的感觉，如同看到了天人，让他立刻就意识到，一旦对方靠近，自己绝不可能生还，就算是死，也要拉着几个人一起。张大胖眼看如此，目中露出疯狂，竟猛地冲天而起。几乎在他飞出的瞬间，远处的天空上，如猴子一般的雷元子，还有其身边2个穿着很厚实的北脉修士，刹那就急速而来。
速度之快，眼看就要接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数百丈外，沼泽翻滚，一只足有100丈大小的蜘蛛赫然露出了半个身子，似要一跃而起。这一幕让雷原子三人面色一变，想要后退。就在这一瞬，张大胖想要全力去阻止雷原子三人逃走时，忽然的，他的储物袋内传音玉简猛地震动起来。大师兄，你在哪？张大胖一愣，绝地逢生一般，他不再去阻止雷原子三人逃走，而是仰天向着苍穹发出一声他能喊出的最大的咆哮：“小纯救我！”这咆哮顿时轰隆隆的扩散开来，远处正在急速前行的白小纯，他身体猛地一顿，转头直接看向北方，气势在这一刻滔天而起，如同惊雷一般，直接炸开中，速度爆发到了极致，轰鸣间如同流星，天意弥漫，使得苍穹翻滚间露出了一张属于白小纯的巨大面孔，直奔张大胖所在之地。速度之快，超越挪移。第932集，你敢激我？几乎在白小纯的面孔于苍穹上浮现的刹那，同样在这沼泽内，9天云雷宗的另一个云雷子正面色阴沉的于半空中飞过。他猛地抬头，感受到了远处传来的天人波动，眼中寒芒一闪。他可以说是云雷双子中的哥哥，他们双子原本曾是一体，虽因修炼造成的意外化作了2个人，可彼此之间心神上能用秘法沟通。对于白小纯与其另一个身体之间的事情，他已全部了解。实际上，当时白小纯追杀其弟弟时，他是在平原地带，中间隔着沼泽，然后才是沙漠。虽短时间无法救援，可他还是急速而来。此刻在这沼泽内，在察觉到白小纯气息的瞬间，他目中寒芒一闪，立刻与其弟弟用秘法沟通。白小纯在沼泽内，你急速赶来，你我2人融合一体，将这白小纯击杀。已逃出了沙漠，更是冲出了沼泽区域的那位云雷双子中的弟弟，此刻在平原地带接到了其兄长的秘法传音后，目中狠厉之芒闪过，猛地转身向着沼泽回头。而此刻，白小纯的速度随着天意的崛起也都爆发开来，呼啸着如同一道流星，直奔张大胖所在之地。他们之间距离不是特别远，而白小纯速度又快，此刻人还没到，他的气息以及威压就轰然降临在了张大胖的四周。沼泽内的那巨大的蜘蛛身体猛地一顿，目中急速闪动了几下后，似张大胖给他的感觉很特别，竟选择了无视白小纯的威压，身体猛地一跃而起，发出尖利的嘶吼，直奔张大胖而去。雷原子三人此刻骇然中想要后退，可还没等他们退走，那蜘蛛就猛地张开口，顿时一缕缕黑色蛛丝就直接从其口中喷出，刹那就将张大胖以及雷原子等人直接缠绕。猛地一拽之下，张大胖喷出鲜血，被这大力直接就拖着直奔下方沼泽。雷原子三人也都充满绝望，可任凭他们如何挣扎，也都无法挣脱，只能与张大胖一起被直接拽到了沼泽上。更是在4人的脸上此刻浮现黑气，竟好似中了剧毒，此毒诡异，竟还在蠕动。仔细一看，好似一只黑色的虚幻蜘蛛附身在众人身上。张大胖修为最弱，更是之前重伤，此刻在这毒素下直接昏迷，而雷原子三人修为浑厚，还能勉强坚持。与此同时，那蜘蛛也快速地沉入沼泽内，拉着张大胖等人急速前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天地一声惊雷，白小纯那巨大的面孔蓦然间就出现在了这片区域的天空上，其目中露出怒意，口中传出一声低喝：“你敢！”这声音好似雷霆，轰鸣间直接就将下方沼泽炸开，凹陷下去时，露出了正在被急速拽动的张大胖等人。沼泽下的那只蜘蛛也都身体一颤，可却速度更快。与此同时，苍穹上白小纯的面孔直接扭曲，化作了一道长虹，从苍穹猛地降临，轰的一声出现时，赫然在了那凹陷的沼泽内，没有半点停顿。白小纯整个人直接就冲向沼泽内。这一刻，他也顾不得灵力，修为全面展开时，肉身之力也都爆发出来，更是挥手间，那飞梭散发耀目光芒，嗖的一下急射而去。所过之处，沼泽不断的爆开，如滥炸狂轰般，层层凹陷下，无数水质崩溃，无数丝线虫碎灭。同样的，哪怕那蜘蛛速度再快，可白小纯还是在这出手下，再次看到了沼泽内被蛛丝缠绕的张大胖等人。他没有半点犹豫，一把就抓住了捆绑在张大胖身上的蛛丝，狠狠一拽之下，沼泽下方的那个巨大蜘蛛就全身一震，根本就没办法去阻止这股突然传来的大力。在沼泽内的一声轰鸣中，那100丈大小的蜘蛛竟被白小纯直接从沼泽内拽了出来，抖向半空中。半空中的蜘蛛眼睛赤红，发出凄厉的嘶吼时，似知道逃不掉，于是口中喷出大量的黑色的蛛丝，直奔白小纯。找死！白小纯生气了，他之前人虽没到，可毕竟也吼了一声，展现了修为。这蜘蛛若是识趣，就该立刻放弃狩猎，可他居然强行的要带走张大胖，这就让白小纯很是不高兴。尤其是看到张大胖面色都黑了，明显中毒，且此毒诡异，好似一只虚幻的黑色蜘蛛附身，
这种毒素别人还需辨认，可白小纯身为药道大师，他一眼就看出这是某种灵魂相关之毒。解毒的办法，至于一个杀死如宿主般的下毒者，白小纯眼中寒芒掠过，掐诀间，其手中飞梭尖啸，在那蛛丝上挥舞了几下，顿时捆绑张大胖的蛛丝立刻就断了开来。随后，白小纯抬头时，目中赫然露出了一轮弯月的倒影。他知道这沼泽内存在了不少就算是他也都不愿招惹的存在，明白这一战要速战速决。此刻一出手，赫然就是他修炼的日月长空诀。此诀的第一层就是养月，而如今在白小纯的修炼下，已到了弯月的程度。此刻随着目光看去，顿时在苍穹上，赫然就出现了一轮弯月。这弯月出现的极为突兀，在幻化而出的瞬间，更是有月光从天洒落，照耀八方之下，使得天地间好似成为了银色。在这月光中，那蜘蛛吐出的所有蛛丝，好似融化一般，刹那就消散无影。那蜘蛛更是目中露出惊慌与恐惧，立刻就要下沉冲回沼泽，可却来不及了。在他的身上，此刻竟浮现出了与天空之月一模一样的月痕。陨月！白小纯低喝一声，顿时苍穹上的弯月猛地大亮，闪耀间，四周所有的月光瞬间就直接凝聚在了那蜘蛛的身上，使得他身上的月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他的惨叫也凄厉无比，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无数绿色的液体从其身上滴落。他带着痛苦想要继续冲入沼泽，可还没等碰触沼泽，其身体就轰的一声，被那不断放大的月痕覆盖了全身后，直接就崩溃爆开，形神俱灭。随着蜘蛛的死亡，张大胖等人身上的黑气也瞬间消失。雷元子三人之前本就没有昏迷，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眼下在毒素消失后，他们三人面色苍白，几乎没有半点迟疑，三人就骤然飞出，化作三个方向，疾驰逃遁，心头更是狂颤。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追杀一个张大胖，居然把星空道极宗的天人老祖给招惹来了。三人内心绝望叫苦，此刻一个个都玩命一般，疯狂逃走。欺负我大师兄，还想走？白小纯岂能让这三人离去？他一把拉住刚刚苏醒的张大胖，身体一步走出，右手更是抬起一指，顿时那飞梭咻的一声，化作一道长虹，刹那间就从北麦三人中的一人身体穿透而过。惨叫还在回荡时，这飞梭再次加速，眨眼间又穿过第二人身体，连杀二人后，这飞梭再次急速，直奔雷元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苍穹猛地翻滚，云雷子那巨大的面孔充满天意的怒吼，撼天回荡。白小纯，你敢！云雷子的到来，白小纯没有意外，实际上他之前就察觉到，只不过要救张大胖，无暇多顾。此刻听到对方的话语，白小纯眼睛一瞪：“你敢激我？我最生气别人激我！”白小纯大吼一声，飞梭速度更快。雷元子那如猴子般的身体，哪怕再灵活，也都无法闪躲。他目中带着绝望，发出凄厉之音：“师傅！”就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飞梭尖笑着，直接从其眉心刹那飞过，使得他的话语也都戛然而止。不是白小纯是杀，实在是若非自己来得及时，张大胖必定陨落在这里。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北麦三人。白小纯，云雷子眼看自己的弟子就这么死在了面前，他的眼睛顿时赤红，咆哮中，苍穹上那巨大的面孔凝聚成一道长虹，带着毁天灭地的杀机，直奔白小纯破空而来。第933集，你一定故意的。如果把通天岛比喻成皇宫，则天尊就是帝王，而其麾下四脉源头宗门的半神老祖，就仿佛是如巨鬼王般的四大天王。如此一来，白小纯与这云雷子之间的关系，就好似两个天王各自麾下的权势长老，相互之间虽从大的方向上看算是同一方势力，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厮杀从未断过。若是在外界还有各自半神老祖干预，不会让他们彼此太僵。可在这试炼之地，就算真的分出了生死，出去后外人也都无法多说什么。此刻眼看先是自己的另一个身体被白小纯之前耗费的很是惨烈，而后又亲眼目睹自己的爱徒惨死在白小纯的手中，新仇旧恨顿时就冲入脑海，使得云雷子这里怒火滔天，其意志更是轰隆隆的扩散苍穹，使得半空中他那巨大的面孔好似天威降临。随着咆哮，其身影好似闪电一般直奔白小纯而来，更是在来临的过程中，他的四周凭空的凝聚出了一道道天雷。那些天雷越来越多，也就是眨眼的功夫，竟足有数十万道，弥漫天地，使得这一方区域好似被雷霆占据，成为了雷池。而这一刻的云雷子仿佛雷之主宰。白小纯双目蓦然一缩，他立刻就感受到眼前这个云雷子比他之前所遇的那位要强了不少。虽都是天人中期，可之前的云雷子好似初入中期，而如今的这位则仿佛在中期沉浸悠久岁月，如今只差一步就可踏入天人后期。甚至白小纯瞬间就判断出来，眼前的云雷子其强悍的程度，单独来说的话，超出了陈鹤天三人中任何一位。这是他所遇到的至今为止在通天区域彼此真正出手下的最强敌人。
白小纯来及不思索太多，此刻身体急速后退，更是一把抓住昏迷的张大胖，将其一把扔进储物袋内。只不过活人在储物袋内无法坚持太久，可眼下白小纯没有其他选择。就在他后退的刹那，他之前所在的地方立刻就被那数十万天雷直接轰鸣而过。天地震战间，云雷子带着滔天之怒，呼啸临近，右手掐诀之下，顿时这四周的所有天雷瞬间就向着他汇聚而来，直接凝聚在他的右手内。随着右手狠狠握住，顿时一把巨大的闪电之弓赫然出现。给我死！云雷子一声咆哮，猛地拉开闪电弓，顿时一道紫黑色的闪电猛地就凝聚出来。这不是法宝，而是云雷子的神通术法。此刻随着松开弓弦，嗖的一声，如同天地撕裂般，那紫黑色的闪电带着仿佛要灭绝一切的力量，直接撕开虚无，刹那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这一切说来话长，可都是在电光石火间发生。白小纯神情凛然，却不见丝毫慌张。他不后悔之前击杀雷元子，而此刻眼看着云雷子暴怒下，气势逼人，他的目中也闪过一抹厉色。还真以为老子怕你？白小纯大吼一声。他虽怕死，可多年的经历早已让他明白，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是要去玩命。毕竟若自己不玩命，就注定小命要被别人拿走去玩了。吼声中，白小纯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向前猛地一步踏出，双手抬起，向着四周蓦然一挥，口中更是吐出3个字：人山诀。轰轰轰！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瞬间，这四周凭空的就出现了无数的石块，这些石块在短短的时间就凝聚在了白小纯身上。眨眼间，一尊足有100丈大小的巨大石人直接就降临在了天地之间，一股磅礴的气势更是刹那就从白小纯的石人身上轰然而起。其气势惊人中，一拳轰出，直接就与云雷子射出的那紫黑色的闪电在半空中碰触到了一起，巨响传遍四方。苍穹上，白小纯的意志化作的面孔与云雷子的面孔似也都彼此碰撞在了一起，使得苍穹震晃色变，大地颤抖中，那紫黑色的闪电寸寸崩溃，而白小纯人山诀的石人身体也出现了不少裂缝。可最终那紫黑闪电不是对手，完全溃散后，白小纯的石身依旧完整，此刻咆哮中直奔云雷子而去。云雷子呼吸一簇，眼中寒芒闪耀，几乎在白小纯来临的瞬间，他左手猛地抬起，向着身边的虚无狠狠一抓，口中如咬牙切齿般吐出几个字：云雷人祖第1变。几乎在他开口的瞬间，云雷子的身体猛地就蠕动起来，好似有一条条小蛇在其皮下游走，使得他全身颤抖中，表情也都狰狞无比，口中发出好似野兽般的咆哮。在这咆哮中，他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急速的膨胀起来，转眼间居然化作了10丈大小，身体也不再是两边差距那么悬殊，虽还是一粗一细，可看起来比之前明显好了一些。与此同时，其气息在这一刻也都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人好似爆发一般，给白小纯的感觉竟比之前强悍了至少3成以上。更是在其身体外，居然有一道红色的光圈蓦然闪现出来，那光圈内光芒流转，明显具备了惊人的防护之力。吼！变身之后的云雷子猛地抬头，一大一小2个眼睛都是赤红无比，带着疯狂，整个人散发着野蛮之意，猛地冲出，直奔白小纯的石身而去。白小纯是真的被云雷子这变身吓了一跳，此刻眼珠子都瞪了起来，居然会变身，而且还是第1变，这岂不是说还有第2变、第3变？该死的，我最恨与能变身的打了。白小纯心底发愁，可如今来不及多想，只能目光凶狠起来，迈步间直接冲出。我打得你没有机会继续变身！白小纯大吼中，直接发动了撼山撞，轰鸣中，其速度猛地爆发，看去时好似一座正在急速被扔出的山峰，刹那就与云雷子撞击到了一起。天地轰鸣，8方震战，下方沼泽更是在这冲击下四溅而起，无数藏在沼泽内的存在此刻都急速的散开，来自白小纯与云雷子的威压让他们不敢靠近。白小纯的石身瞬间就碎裂了不少，与此同时，云雷子那里身体外的红色光幕崩溃，嘴角溢出鲜血，身体狂震，被白小纯撞得直接倒退。这家伙变身后居然这么强！白小纯也是气血翻滚，心底吃惊。可就在他要追上去的刹那，云雷子猛地抬头，双手再次掐诀：云雷人祖第2变。白小纯眼皮狂跳中，云雷子的身体竟再次膨胀起来，瞬间就增加了1倍有余，成为了20多丈大小，两边身躯也再一次的协调了不少，其气势之强又超之前3成。同时，他的身体外不再是一色光幕，而是出现了橙色。看去时，那赤色与橙色的光芒交错形成的法术护盾，让白小纯也都觉得心惊。还变？白小纯心惊中，一方面觉得这云雷子明显比之前遇到的强悍太多，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恼怒。他之前可是开口不让对方有机会第2变的，可眼下这云雷子居然又变了。你没有第3次变身的机会了。白小纯低吼中，
正要出手，可就在这时，云雷子的声音如雷霆般轰然传开：“云雷人祖第3变，云雷人祖第4变，云雷人祖第5变。”第934集，这是什么神通？轰轰轰！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几乎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云雷子那里就连续数次变身，在那天雷巨响回荡中，云雷子的身体直接从20丈化作了30丈，又从30丈变成了40丈，最终则是直接达到了50丈左右。其两边身体虽还是大小不等，可已经很接近正常了。其气势的攀升也都达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程度。此刻站在半空中，好似真的化身人族，其粗壮的身躯、野蛮的气势，还有那让人心神震动的威压，无不说明这一刻的云雷子，其强悍的程度已经到了极致。更是在其身体外出现了五彩光芒护盾，这护盾的厚度以及给人的感觉，好似坚不可摧。白小纯有些傻眼，他此刻脑海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切都是对方故意的。白小纯，给我死！完成了5变的云雷子，此刻一声低吼，如同开天辟地之雷，轰鸣四方时，他的速度也猛地爆发，直奔白小纯而来。白小纯气的身体一个哆嗦，眼睛都发红了，一股深深的被羞辱感，让白小纯这里怒意也升起老高。云雷子，你欺人太甚了！你要变就早变，非这个时候变，你是故意的！白小纯怒喝中，右手直接抬起，须臾间展开碎喉锁，更是同时施展撼山状。眨眼间，他的身体急速冲出，可还是觉得冲击之力不够。白小纯红着眼，又施展了不死劲，瞬间其速度爆发到了极致，轰鸣中直接就出现在了云雷子的面前。碎喉锁骤然发动，砰的一声，他的碎喉锁直接按在了云雷子身体外的五彩护盾上，顿时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抵御之力，好似海浪一般，层层抵消着，让自己的碎喉锁不断的瓦解。虽最终穿透了3层，可在第4层时却没有了余力。与此同时，云雷子的出手一样迅猛无比，他的双手爆出无数闪电，猛地一挥之下，这些闪电就化作了数十万的银蛇，轰击在了白小纯身上。白小纯的实身再也无法承受，直接就崩溃爆开，在那无数碎石中露出了藏在内部的真身。而此刻四周的闪电依旧好似无穷，咔嚓间从那一块块碎石中连结起来，直奔白小纯真身而去。眼看危机，白小纯心头狂震，尖笑中双手掐诀，猛地一挥，顿时四周寒气扩散，他的身体外立刻就出现了9道寒影，向着四周急速冲击而去，吸引四周闪电的同时，白小纯没有后退，此刻脑海一片空明，完全凭着其战斗本能，在这一刹那向前猛地一步走出，不去看四周的闪电，而是右手猛地抬起，一把握住。在握住的瞬间，他的拳头上直接出现了一个黑洞。这黑洞刚一幻化，顿时白小纯的所有气息、所有气血、所有存在的征兆都刹那间被那黑洞急速吸走，甚至他的身体都扭曲起来，仿佛出现了一些枯萎的征兆。不灭地拳再次展开，一股强烈的压抑感在这一刹那立刻就让云雷子面色一变，呼吸急促中，他感受到了危机，不再恋战，而是急速后退。可就在他刚要退后的时候，白小纯的身后天地轰鸣中出现了一尊巨大的身影，带着地冠，身着地袍，好似俯视天地般，猛地向他看去。云雷子内心咯噔一声，脑海更是嗡鸣，身体外五彩光芒急闪，退后更快，只是还是晚了，一拳落下，不是天崩地裂，可却是天轰地陷。整个苍穹瞬间就被白小纯的面孔直接取代，一股无上之力随着这一拳滔天而起，轰鸣中，这四周所有的闪电都好似被撕裂一般，刹那间就齐齐崩溃。随后更有一个让云雷子面色狂变的拳影，好似无限之大，骤然而来，一路长驱直入，崩溃闪电，崩溃虚无，轰在了云雷子身体外的五彩护盾上。这五彩护盾可以阻挡白小纯人山绝下，配合撼山状爆发出的碎喉锁，可却无法在这一刻去抵抗白小纯爆发出的5倍不灭地拳。巨响中，那五彩护盾层层崩溃后，这一拳直接就落在了云雷子那人足5变的身躯上。天地震战间，云雷子喷出第一口鲜血，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急速倒退，身体肉眼可见的从50丈直接化作了40丈，似在用这样的办法来去抵消白小纯的那不灭地拳带来的霸道之力。可显然从5变退到4变明显不够，云雷子在这倒退中喷出第2口鲜血，身体从40丈刹那化作30丈，再喷第3口鲜血，直至他的身体缩到了20丈乃至10丈后，最终恢复到了原本的真身时，喷出第5口鲜血，面色苍白中总算是完整的扛下了白小纯的不灭地拳。而这对抗的倒退中，他如今已退后数百丈外。此刻站稳后，他猛地抬头，目中露出怨毒之意，可嘴角却露出冷笑：我等的就是我分身所描述的你的这一拳，的确强悍，可这一拳既然杀不了我，那么下一次当我与分身融合后，白小纯你死定了。云雷子双目一闪，冷哼开口后，身体后退，
更是在他身上突然爆出五彩光芒，速度加快，刹那远去。可其神识此刻却是在留意，他期待白小纯在听到了自己之前的话语后，能冲动的追杀过来，而他也做好了准备。只要白小纯杀来，他有信心能让对方后悔，哪怕击杀不了，也必定会让在自己的杀手锏下重创。若他不来追我，那么就是如我分身判断，这白小纯展开这一拳后，自身损耗极大。如此一来，此番或许都不用与分身融合了，我就有机会将其斩杀。云雷子内心算计时，白小纯在远处听到了云雷子的话语，他双目猛地一缩。这云雷子比他之前遇到的那个强悍太多，可以想象他们一旦融合的话，其修为与战力的爆发，白小纯将很难应付。而最好的选择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将此人击杀，如此一来就可化解一切危机。他故意这么开口，莫非是有诈？白小纯正要追击，可却心底迟疑了一下，目中猛地就露出果断。有诈我也要出手，不能给他双子融合的机会。白小纯狠狠咬牙，此刻遇到如此劲敌，他哪怕再心痛，也都没有半点迟疑，直接就将体内凝聚出的那些不死血中抽出了一滴，在体内用不死卷的方式直接将其碎裂。轰的一声，随着那一滴不死血的碎开，一股惊天动地的血气刹那间就在白小纯体内爆发出来。眨眼的功夫，他的身体内外赤红一片，血雾扩散中，白小纯立刻就感受到了自己的速度似乎可以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狂风无尽，让白小纯倒吸口气，心下微凛。而这四周无尽范围都是一片黄沙，眼下除了白小纯，再没有第二个身影。天空是紫色的，可那紫光诡异，落在大地时，竟不影响修士的视线，使人能看清所有。白小纯来不及多想，在看清了四周后，他立刻就身体倏然倒退。刚一退，他就察觉全身阵阵酸痛，可这酸痛也就是持续了几个